在探讨大明王朝长达276年的国祚时，我们常常会被一个冷酷的制度悖论所扼住咽喉。自公元1380年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起，这个庞大帝国就将天下所有的重担与权柄极其决绝地系于君主一人的脊骨之上。这种登峰造极的集权设计预设了一个不可能的前提：每一代君王都必须是精力充沛、手腕强硬且绝不犯错的超人。然而，权力的生物学遗传往往充满了造化弄人的荒诞。当皇权不可避免地跌入平庸、昏聩甚至愚蠢的深渊时，这台失去制动系统的帝国战车该如何免于粉身碎骨？历史在这里展现出了它残酷而悲壮的宿命感。它需要一种名叫士大夫的特殊材料，以血肉之躯去填补制度的巨大黑洞，用烈火焚身的代价为帝国强行续命。公元1398年，在江南水乡的阴云雾气中，大明王朝历史上最坚硬的一块填缝石在杭州钱塘悄然降生。他叫于谦，字廷义。江南的水土向来以温婉柔媚著称，孕育了无数吟风弄月的才子佳人。但于谦的家族血液里却流淌着一种不合时宜的刚硬。他的曾祖父曾在元朝末年出任高官，祖父于九思更是明初洪武年间的重臣。父亲于彦昭虽隐居不仕，却有着极为严苛的传统儒家风骨。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于谦自幼便被灌输了修齐治平的宏大叙事。相传他年少时曾凝视着石灰窑中熊熊燃烧的烈火，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石灰吟。那句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后人读来往往只是一首明智的咏物诗，但若将其置于于谦完整生命的宏大坐标中去审视，这简直是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谶语。这不仅是对一块石头物理形态变化的白描，更像是一个孤傲的灵魂在向冥冥之中的命运提前递交了一份决绝的生死状。从那时起，于谦就已注定不能做大明官场上那圆滑的鹅卵石，他选择了成为石灰，等待着那场终将到来的足以将他烧成灰烬的时代大火。步入大明王朝的官僚机器是在公元1421的永乐朝。那是一个帝国依然处于上升期，充满扩张欲望和铁血气息的年代。23岁的于谦考中进士，踏入仕途。起初的几年，他在浩瀚的文官系统中并未惊动太多历史的尘埃。直到明宣宗朱瞻基即位，一场撼动帝国根基的叛乱打破了表面的平静。汉王朱高煦，这位曾经跟随朱棣靖难、自诩战功赫赫的藩王，在乐安州悍然起兵。面对叔父的挑衅，年轻的宣宗皇帝选择御驾亲征，大军压境之下，叛乱以汉王出降草草收场。就在受降的军营之中，身为御史的于谦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高光时刻。那是一幅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历史画面，天子高坐明堂，四周是刀枪林立、甲胄森严的百战之军，而跪在庭中的是不可一世、浑身沾满鲜血的皇叔朱高煦。此时，一介文臣于谦奉命上前数落汉王的罪状。没有冗长的官样文章，没有胆怯的虚与委蛇，于谦身着青色御史官服，向前迈出一步，他的声音犹如洪钟大吕，在肃杀的军营上空炸响。他辞色震怒，字字如刀，从纲常伦理到国家法度，将朱高煦的谋逆之罪剖析得淋漓尽致。在这声震林木的厉声呵斥下，那个曾经在千军万马中面不改色的藩王，竟被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震慑得伏地站立，连呼
臣罪该万死。宣宗皇帝在御座上目睹了这一切，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口才出众的言官，更是一个在皇权与律法面前拥有道德自信和精神威压的帝国栋梁。这一刻的于谦如同一柄初出剑匣的绝世宝剑，在帝国的权力舞台上闪过了一道寒光。宣宗皇帝是个聪明的君主，他深知这柄剑不能仅仅用来做朝堂上的仪仗，而是要劈开地方上盘根错节的陈疴。公元1430年，为了整顿地方吏治与防务，宣宗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两省。这是明代历史上第一次将巡抚这一临时差遣转化为执掌一方军政的封疆大吏，而于谦成为了这个制度真正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自此，他脱下御史的青袍，离开繁华紧簇的京师，一头扎进了中原与三晋大地的漫天黄土之中。这一去就是整整19年的风霜雨雪。这19年是于谦生命中漫长而艰辛的淬火期，也是他将儒家理想真正转化为治国实践的泥泞之路。明代中叶的晋豫两省，远非纸面上的盛世图景，而是水旱频发、沉冤色道的地方。于谦没有高坐于威严的巡抚衙门之中，他轻车简从，很多时候只是一匹瘦马，一袭布衣，常年奔波在太行山的险道与黄河的泥泞堤坝上。每到一处，必先走访民间疾苦，那些积压了数年甚至10数年的沉冤旧案，在他缜密的推勘下，数百桩冤假错案得以昭雪。对于那些横行乡里的皇亲国戚与骄兵悍将，他更是毫不手软。太行山里的强盗贼寇，黄河两岸的贪官污吏，听到于青天的名字无不胆寒。他仿佛一把时刻出鞘的利刃，狠狠割开地方官场的腐肉，让帝国基层的血液重新流动。然而，相比于惩治人祸，对抗天灾更是对这位书生官员极限的拷问。中原大地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按照大明律法，开仓放粮必须层层上报，等待京城的圣旨。但在生与死的竞速中，每一秒的公文流转都伴随着成百上千条鲜活生命的消逝。面对绝望的饥民，于谦做出了一个极具政治风险的决断。他不待圣旨下达，直接下令强行开仓，实行先发阵而后奏报。在那个皇权绝对垄断的年代，擅开官仓是足以掉脑袋的大罪，但于谦将这千钧重担一人抗下，硬生生从死神手中夺回了数以万计的百姓。为了让灾民有自救之力，他还亲自下令刊印农桑图册，普及农业知识，让荒芜的土地重新泛起生机。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帝国的每一寸伤痕，用19年的心血，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筑起了一道深得民心的政治与生态防线。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两鬓染霜的中年，这漫长的19年，将他身上原本那股文人的清高与锋芒打磨成了深沉而悲悯的厚重。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只懂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的言官，而是在泥沼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精通帝国运转每一个齿轮的实干家。这19年的基层历练，不仅让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军政调度经验，更让他深刻洞悉了这个帝国的脆弱与韧性所在。正是这份底气，让他在数年后面对土木堡之变的天崩地裂时，拥有了拔剑向天、只手擎天的绝大力量。个人的清醒终究无法阻挡时代中枢的腐化。15世纪中叶的大明帝国，随着宣宗的早逝和年幼的英宗朱祁镇继位，开始悄然发生致命的癌变。皇帝长于深宫，
对权力的游戏和帝国的边患一无所知，而大太监王振如同复古之居，开始侵蚀帝国的神经中枢。官场的潜规则被迅速重塑，迎来送往，结交阉党成为了升迁的终南捷径。在那个进京述职必须用重金贿赂权贵的年代，于谦却执拗地保持着他石灰般的本色。同僚劝他，即使不带金银，带些地方的绢帕蘑菇也好。于谦只是抖了抖宽大的衣袖，留下了那句轻蔑而又高傲的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言话短长。这不仅仅是个人操守的洁癖，更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正在走向腐坏的帝国体制发出的坚决抗议。这种不合群的孤傲必然招致权力的疯狂报复。正统年间，随着大太监王振的权势熏天，政治生态急剧恶化。于谦的刚直与清廉成了阉党眼中必须拔除的倒刺。通政使李希逢迎王振的指使，向于谦射出了淬毒的暗箭。他罗织罪名，弹劾于谦因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愿望，甚至擅自推举他人代替自己。这套极其莫须有的罪名，竟将这位功勋卓著的封疆大吏直接投入了死囚牢。在幽暗潮湿的诏狱中，于谦度过了整整3个月待家等死的漫长时光。他或许已经做好了为这千疮百孔的帝国捐躯的准备，但在皇权与阉党的屠刀即将落下之际，大明王朝的基层却爆发出了一场令人震撼的民意海啸。当于谦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回中原、山西、河南2省的百姓与官吏如丧考妣，数以千计的百姓、生员甚至皇室藩王都悲愤交加。他们不顾千里之遥的跋涉，纷纷涌向京城，俯伏在紫禁城的宫门外，痛哭流涕的上书求情，甚至有人愿以死代替于谦。这种跨越了阶层，连藩王都卷入其中的庞大民意，让躲在深宫里的王振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位不可一世的权阉不得不做出妥协，而他给自己找的下台阶竟然荒诞至极。王振称自己从前与一个也叫于谦的人有恩怨，是司法部门把那个于谦和巡抚于谦混淆抓错了。在这一番令人啼笑皆非的指鹿为马中，于谦被释放，但随即被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后又被打发回山西囚禁。然而中原的百姓绝不允许他们的于钦天就这样遭受折辱。在2省军民和藩王持续不断的请愿与上书中，朝廷最终只能收回成命，再次任命于谦为巡抚。他用自己半生的心血，在黄河两岸和太行山下缝补着帝国日益战裂的伤口。直到公元1448年，于谦被懿旨诏书召回京城，升任兵部左侍郎。他带着中原大地的满身风尘，重新踏入了那座暗流涌动的紫禁城。他深知大明王朝这棵看似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内部已经被蛀空，而来自北方的狂风即将对这棵朽木发起最致命的摧残。崛起于北方的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精锐骑兵南下入寇。如果此时的帝国机器还能正常运转，这不过是一次边境的武装冲突。但权倾朝野的太监王振，为了在皇帝面前炫耀武功，竟怂恿22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走向毁灭的闹剧。20万大明精锐之师，包括了帝国最核心的3大营，在没有充分后勤准备、指挥系统混乱不堪的情况下，被仓促地推向了未知的荒野。8月的塞外，秋风萧瑟，退至土木堡的明军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
这里地势高拔，缺乏水源，20万大军被困在这片死地，士兵们干渴的甚至去绝地寻水。公元1449年8月15，原本应该是中秋团圆的日子，瓦剌的铁骑却如黑色的潮水般漫过了山脊，漫天的黄沙遮蔽了天日，凄厉的号角声撕裂了狂风。当瓦剌骑兵冲入缺水断粮、毫无阵型可言的明军大营时，战争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那是大明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无数开国功臣的后代、帝国的尚书、将军、精锐的火器手和铁甲骑兵，在绝望的哀嚎中化作土木堡的累累白骨，鲜血染红了荒凉的戈壁，而那个至高无上的大明皇帝朱祁镇，最终只能颓然地盘腿坐在尘土之中，成为了异族人的阶下囚。土木堡的黄沙不仅掩埋了明军的尸骨，更瞬间抽空了大明帝国的心智。皇帝被俘，主力尽丧的消息传回北京，整个京城仿佛陷入了一场无法醒来的梦魇。留守京城的多是老弱病残，可战之兵不足10万。紫禁城奉天殿内充斥着窒息的死寂与压抑的啜泣声。皇太后孙氏与留守的成王朱祁钰茫然无措。就在这片末日般的氛围中，侍讲学士徐成抛出了那个让所有人心惊肉跳的提议：星象有变，必须南迁。南迁意味着放弃黄河以北的大好河山，意味着大明将步入南宋偏安的屈辱老路。绝望在蔓延，妥协在发酵，帝国的脊梁眼看就要在这死寂中彻底断折。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谦，犹如一座被压抑了许久的火山，猝然爆发。他大步跨出队列，目光如炬，指着徐成，向着满朝文武抛出了那句震烁千古，直接斩断了帝国退路的怒吼：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只要一动，大事就彻底去了。难道你们忘了北宋南渡的悲惨下场吗？这短短的几句话，如同一把重于千斤的大铁锤，狠狠地砸碎了奉天殿内的惶恐。在这个皇权崩塌、体系瘫痪的至暗时刻，于谦用他19年封疆大吏的底气，用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的决绝，强行接管了这台濒临坠毁的帝国战车。此时的北京是一座几乎能听见帝国心跳骤停的孤城。土木堡的黄沙不仅吞噬了20万精锐，更抽干了大明立国80年来积攒的全部无勇与自信。摆在新晋兵部尚书于谦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死局的烂摊子。京师可用之兵不足10万，且多是疲惫孱弱的被操军与老弱病残，而城外即将席卷而来的是刚刚全歼大明主力、士气正盛的瓦剌虎狼之师。退一步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南宋靖康之耻的幽灵正在紫禁城的上空盘旋，整个华夏文明的北方防线随时可能彻底崩塌。在这座被绝望和恐惧死死扼住喉咙的城池里，于谦成了一个孤独而决绝的擎天者。作为一介文臣，他本不该承担如此残酷的军国重任，但他深知此时此刻整个大明朝堂的脊梁只剩下他这一根，若连他也露出一丝惬意，这个庞大的帝国便真的万事皆休了。他将个人的生死荣辱，连同对这个国家的无限深情，死死地压在心底，化作了一道道堪称奇迹，甚至带着几分残忍的军事指令。他强令通州粮仓的几百万担粮食必须全部运入京城，来不及运走的就地焚毁，绝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粟米。他星夜飞袭，将南北两京、河南的北操军、山东和沿海的北倭军、
以及江北的运粮军火速调入京师。然而，最震撼人心，也最能折射出于谦此时极其惨烈心理的，是他对战术的最终定夺。面对大军压境，所有的兵法常识都指向平坚城以固守，但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决定，拒绝让士兵龟缩在城墙之后，要求22万大军全部开出北京九门之外，背水列阵迎敌。这是一个极其冒险，却又在绝境中唯一能死里求生的抉择。于谦太清楚这支临时拼凑的军队的心理防线有多么脆弱，一旦据城死守，瓦剌人只需围困数日，城中的恐慌就会将防线从内部撕裂。他必须用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去强行唤醒大明军人骨子里的血性。10月，秋风如刀，于谦亲自披挂上阵，身着冰冷的生铁甲胄，驻扎在敌军主攻的德胜门外。出城之前，他下达了那道震慑千古的连坐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当沉重的北京城门在将士们身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并被从内死死锁上的那一刻，所有的退路都被彻底切断。电影的镜头应当在这里给出于谦一个久久的特写，他的面容隐藏在冰冷的铁盔之下，眼神却比塞外的寒风更加凌厉。在城门落锁的沉闷回音中，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生命的祭奠。他把自己连同这22万将士统统逼入了唯有死战方能求生的绝地。大明王朝的精气神在这退无可退的死地，被于谦用铁血与意志重新凝聚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接下来便是德胜门外那场惊天动地的血战。面对野先狂飙突进的精锐铁骑，于谦像一尊没有感情的铁塔屹立阵前，指挥若定。他令石亨率神机营隐蔽于沿街空屋，当瓦剌骑兵冲入伏击圈时，万炮齐发，火铳轰鸣，震天的巨响撕裂了苍穹。满天的硝烟与瓦剌铁骑的血肉横飞交织在一起。于谦不仅是在用火器对抗弯刀，更是在用中华文明最后的坚韧与血性，去硬汉一族不可一世的无敌神话。最终，野先的狂妄在北京城下轰然坍塌，半壁江山就在这位文弱书生那皲裂的袍袖与冰冷的铁甲间，被硬生生地保全了下来。德胜门外的累累白骨与渐渐干涸的血迹，见证了于谦如何以凡人之躯，硬生生地扛起了一个即将倾覆的王朝。然而，外患的狂风并未因为一次挫败而真正止息。野先的铁骑虽然在坚城之下碰得头破血流，但庞大的瓦剌部落依然盘踞在长城之外，如同黑暗中悠悠注视着猎物的恶狼，随时准备再次撕咬大明帝国的伤口。很快，边境的战云再次密布，被土木堡的死人堆吓破了胆的某些明朝将领，脊梁骨依然是软的。大同参将许贵听闻瓦剌有求和之意，竟如获至宝，立刻上奏朝廷，企图用屈辱的妥协来换取苟安。在集权体制的官场里，这种明哲保身的怯懦往往会被包装成顾全大局的理智，但在这种试图妥协的暗流面前，于谦像一块冰冷而坚硬的礁石，将所有软弱的浪花撞得粉碎。面对许贵的奏折，这位兵部尚书展现出了大明帝国乃至整个15世纪最为刚烈的政治意志。他没有丝毫的回旋与妥协，而是直接向边关下发了一道振聋发聩的严厉谴责。在他的政治字典里，面对一个刚刚屠戮了20万同胞，甚至还扣押着本国君主的异族政权，
任何形式的和谈都是一种有损国格的饮鸩止渴。于谦的字字句句如同带血的刀锋，冷酷地撕破了和平的幻想。他向满朝文武和边关将士剖析了极其残酷的现实。此前派去和谈的使者前脚刚走，野心的铁骑后脚就踏破了长城，去迎接太上皇的官员，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就被赶了回来。在虎狼面前祈求仁慈，等来的只会是更深的蔑视。更何况土木堡20万大明男儿的鲜血还未干涸，这不共戴天的国仇家恨，在天理人情上岂有半点妥协的余地？于谦极其清醒地看穿了瓦剌人的贪婪本性，一旦开启和谈，对方必将以太上皇为筹码，提出无穷无尽的勒索。答应，则大明将陷入万劫不复的财政灾难与政治屈辱；不答应，敌人依旧会撕毁条约，再次拔刀。因此，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是死路。对于许贵这种畏缩求和的武将，于谦的态度冷酷到了极点，身负守土之责，却如此恐惧畏缩，怎能让三军同仇敌忾？按大明军法，当斩！这道充满肃杀之气的公文传抵边关，彻底斩断了所有试图苟且偷安的侥幸心理。从此，长城沿线的大明将士皆知，中书有一位铁血尚书，人人皆主张坚守死战，再无一人敢言一个和字。大明军队在土木堡丧失的尊严与战意，被他用这种近乎决绝的强硬，一寸一寸地重新注入了将士们的脊骨。于谦在抗击外敌时的寸步不让，保全了帝国的尊严，却也让他在内部的政治博弈中越走越孤立。他太纯粹了，纯粹到只懂得对国家和社稷的绝对尊严负责，却完全忽略了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那狭隘、阴暗且极度自私的权力本能。他在这场家国危机中的强硬，阻断了敌人的弯刀，却挡不住来自背后朝堂上的暗箭。保卫北京与拒绝和谈，仅仅是他悲剧宿命的最高潮。真正将他推向深渊的，是那个在权力真空中诞生的、违背了皇权唯一性原则的致命畸形——大明帝国同时拥有了2位皇帝。公元1450年，在瓦剌大营中喝了1年羊奶的太上皇朱祁镇，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也先发觉，这位昔日的大明共主不仅榨不出更多的真金白银，反而成了消耗粮草的累赘。更绝妙的是，他意识到将朱祁镇放回北京，是对明朝朝堂最恶毒的政治攻击。一国不容二主，皇权的分裂如同隐秘的毒药，开始在帝国的机体里蔓延。对于正在皇位上逐渐尝到权力滋味的景泰帝朱祁钰来说，哥哥的归来无异于一场政治灾难。他千方百计地阻挠迎接太上皇的使团，甚至在朝堂上气急败坏地对着群臣咆哮：当初是你们逼朕当这个皇帝的，现在又要接他回来，你们到底是何居心？在这令人窒息的朝堂对峙中，又是于谦站了出来。他神色从容，一语定音：天位已定，宁复有他，故理当肃奉迎耳。他用一句天子已定，不会再有更改，安抚了景泰帝的恐慌，促成了太上皇的南归。但他并未意识到，自己这句出于公心的话，不仅彻底得罪了即将归来的朱祁镇，也并未真正打消朱祁钰内心的猜忌。朱祁镇归国后，被惊恐的景泰帝立刻幽禁在南宫，大门被死死锁住，甚至连大树的树冠都被砍去，以防有人越墙窥视。在随后漫长而压抑的7年景泰时代里，于谦是大明帝国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他深知土木堡之变几乎抽干了帝国的军事血液，于是他以兵部尚书的身份，
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庞大的战后重建工作。他改革军制，将3大营重组为10团营，选拔精锐，苦练火器。他提拔了一大批如石亨、杨洪这样在战场上敢打敢拼的将领。他甚至将自己的铺盖卷搬进了兵部的职房，常年攻属为家，连生病都未曾回过一次宅邸。大明帝国在他的缝补下，不仅迅速恢复了元气，甚至在边境线上重新确立了对瓦剌的军事威慑。然而，在这个看似重回正轨的帝国官僚机器中，于谦却成了一个无比孤独的异类。他不结党，不营私，不攀附皇权，也不拉拢同僚。他那刚正不阿的性格和对社稷为重的绝对坚守，在那些渴望通过拥立之功、逢迎拍马升官发财的政治投机客眼中，成了最大、最不可逾越的绊脚石。他提拔了武将石亨，石亨为了感恩，向皇帝上书请求给于谦的儿子于勉封个千户。这本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换，于谦却勃然大怒，严厉上书拒绝，甚至痛斥石亨滥用职权，逼得石亨下不来台，由恩生恨。当年那个在奉天殿提议南迁而被他痛骂的徐成，为了洗刷耻辱，改名为徐有贞，来求于谦举荐自己出任国子监祭酒。于谦虽然在景泰帝面前替他说了好话，但皇帝记恨徐有贞当年的软弱而拒绝，徐有贞却将这笔账算在了于谦的头上。在权力的暗夜里，一头由嫉妒、贪婪和怨恨交织而成的政治怪兽，正在于谦的周围悄然成型。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公元1457年正月，景泰帝朱祁钰突发重病，卧床不起，且已无子嗣。帝国的权力中枢再次出现了致命的动荡。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那头潜伏已久的政治怪兽终于露出了他狰狞的獠牙。徐有贞、石亨以及太监曹吉祥，这3个怀揣着不同阴暗目的的政治赌徒，敏锐地嗅到了南宫之中那个被幽禁了7年的太上皇的剩余价值。一场改变大明王朝命运轨迹的政变，在黑暗中拉开了帷幕。正月16日的深夜，北京城万籁俱寂，只有凛冽的寒风在皇城的琉璃瓦上呜咽。历史的尽头应当从南宫那扇布满尘土和铁锈的大门开始，伴随着沉闷的撞击声，巨幕撞开了7年的禁锢。火把的红光照亮了太上皇朱祁镇惊恐而苍白的脸。徐有贞、石亨等人簇拥着这位昔日的帝王，在深夜的惊惶与狂热中，一路向奉天殿狂奔。当清晨的钟鼓声在紫禁城上空违背常规的沉闷敲响时，百官在错愕中被召集入朝。御座上坐着的已经不再是病重的景泰帝，而是那个曾将20万大军葬送在土木堡的朱祁镇，史称夺门之变。在这场改变帝国命运的惊天巨变中，有一个极其令人费解的悬念：手握帝国最高军事指挥权，掌控着京城重兵的兵部尚书于谦，为什么没有反抗？后世无数史学家在这段历史面前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凭借于谦当时的威望和手中的兵权，他只需要挥动一下令旗，那些由他亲手重建、对他敬若神明的将士，就能瞬间将徐有贞和石亨的政变阴谋碾成粉末。然而，就在那个钟声惊心的黎明，当有人仓皇跑来向他报告兵变的消息时，于谦只是平静地穿戴好那身象征着大明命官的朝服，将佩剑挂在墙上，安静地坐在职房里，宛如一座看透了生死与宿命的雕像。他没有调兵，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开战，北京城将立刻陷入骨肉相残的内战，
刚刚恢复元气的大明帝国将再次被撕裂，甚至可能引来北方蒙古骑兵的趁虚而入。8年前，为了保全大明，他毅然违抗太上皇，拥立新军，在德胜门外血战到底。8年后，依然是为了保全大明，他放下了手中的剑，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去献祭这场肮脏的政治交易，以换取帝国的平稳过渡。他清醒地走上了一条殉道之路，将个人的生死荣辱，连同对这个国家的无限深情一起封存在了那个寒冷的清晨。复辟后的朱祁镇第一道旨意便是将于谦下狱。在赵宇阴冷潮湿的牢房里，面对主审官强加的种种谋逆罪名，于谦连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他只是冷冷地看着那些在权力面前扭曲的面孔，发出一声穿透时间的长叹，死是迟早的事罢了。为了将这位大明救星置于死地，徐有贞翻遍了大明律，竟然找不到一条能够定死的罪证。最终，他们极其无耻地炮制出了一个意欲盈利外藩的罪名。这个意欲为之，与300多年前南宋风波亭里绞杀岳飞的莫须有，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令人作呕也最令人心碎的跨时空对仗。据说，在最后签发死刑诏书的御前会议上，面对这份漏洞百出的判决书，朱祁镇曾有过一丝短暂的良心发现。他握着朱笔，犹豫地说了一句：“于谦是有功。”这位皇帝或许还记得是谁在土木堡之后保住了他的江山，又是谁让他有家可归。但徐有贞立刻上前，用一句冰冷而致命的政治逻辑，彻底击碎了皇帝的犹豫：不杀于谦，复辟之事就出师无名。这句话如同闪电般照亮了集权体制最黑暗的底色。如果不杀于谦，夺门之变就只是一场叛乱；如果不杀于谦，景泰帝的合法性就无法被抹除；如果不杀于谦，皇帝就得承认自己在土木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亡国之罪。在皇帝个人的权力神话与拯救帝国的伟大功臣之间，朱祁镇毫不犹豫地落下了那沾满鲜血的朱笔。正月22日，北京城迎来了他建成史上最悲怆的一天。天空阴沉的仿佛要滴下血来，凛冽的寒风如刀子般刮过崇文门外的刑场。没有太多的喧闹，长街两侧挤满了自发赶来送行的百姓、书生和军士，人群中爆发出压抑不住的痛哭声。还有边关的老兵千里迢迢赶来，在刑场外跪地叩首，只为祭奠一杯浊酒。于谦身着囚服，神色从容，他没有看一眼监斩的官员，只是抬头仰望了最后一眼这片他曾用命守护过的北京天空。刀光闪过，热血喷涌，大明帝国的脊梁在这血泊中轰然断折。抄家的官员随后冲进了兵部尚书的府邸，他们满怀期待地以为能搜出惊天财富，却震惊地发现，这位大权在握长达8年的帝国统帅，家里竟然穷得连多余的换洗衣物都没有，只有粗茶淡饭的痕迹。唯一一间被重重门锁紧闭的正室里，没有金银珠宝，只恭恭敬敬地供奉着景泰帝当年赐给他的蟒袍、剑器和各种诏书。那一刻，连奉命抄家的锦衣卫都忍不住黯然泣下。历史的苍穹仿佛也感受到了这股绝大的悲怆，全国上下的百姓无不扼腕叹息。即便在那些政敌的阵营里，人性的良知也未曾彻底泯灭。有一个叫朵尔的指挥，本是谋逆太监曹吉祥的部下，却在这天端着一碗烈酒来到于谦喋血的刑场，将酒泼在染血的泥土上，放声痛哭。曹吉祥得知后暴怒，将朵尔抽打得皮开肉绽。然而第二天，这个倔强的汉子依然拖着伤痕累累的躯体，
照样来到原地泼酒祭奠。在那个满朝文武皆噤若寒蝉的恐怖时刻，曾被推举为有将帅之才的都督同知陈奎，被于谦的旷世忠义所感召，冒着奇险，悄悄收敛了于谦残破的尸骨。直到1年之后，于谦的养子于康才得以将父亲的遗骸扶柩南下，归葬于杭州故乡。时间往往是检验中间最无情的标尺。于谦死后，顶替他出任兵部尚书的是石亨的党羽陈汝言。这个政治小丑在位不到1年，便因坏事败露被抄家，其贪赃受贿的财物竟累计数万之巨。明英宗看着满地赃物，铁青着脸，咬牙切齿地质问群臣：于谦在景泰朝深受重用，大权在握8年，死时家里却没有多余的1文钱。陈汝言才当了几天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一旁的石亨羞愧地低下了头，无言以对。不久之后，边境再次传来扣边的警报。明英宗坐在朝堂上，面对满朝文武的束手无策，满面愁容。在一旁侍候的恭顺侯吴瑾忍不住进言：如果于谦还在，一定不会让敌人嚣张到这种地步。这句如刀子般的话，让明英宗哑口无言，唯剩长久的死寂。这阵死寂中，或许夹杂着帝王难得的悔恨与惶恐，但在这座冰冷的紫禁城里，迟来的悔意往往显得既廉价又苍白。后人在扼腕叹息时，习惯于将这场千古奇冤的账本全盘算在徐有贞的阴毒、石亨的贪婪以及朱祁镇的昏聩头上。这固然符合传统道德惩恶扬善的叙事逻辑，却也极大地矮化了于谦之死的历史厚度。事实上，石亨与徐有贞们只不过是帝国权力机器上伸出的几根带血的触角，真正将于谦推向断头台的，并非某几个人的恶意，而是那个从底座上就已彻底固化，容不下任何权力僭越的森严体制。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以来，大明王朝就被精心设计成一个只允许皇权这一颗绝对大脑存在的庞大机器。文官集团被剥夺了制衡君主的法理依据，只能作为皇帝的家奴和执行工具而存在。而制度设计的严密，并不能对抗人性的脆弱与命运的无常。当这颗皇权大脑在土木堡轰然瘫痪时，帝国面临着真正的脑死亡。此时，于谦挺身而出，他以社稷为重，强行接管了中枢的决断权。他不仅打赢了战争，更用8年的时间向整个帝国证明了一个让皇权不寒而栗的可怕事实：凭借理性的文官系统和坚定的士大夫精神，即使没有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皇帝，国家依然可以运转得很好，甚至能度过生死劫难。这种对皇权唯一性的实质性结构，不仅让复辟的英宗将其视为眼中钉，甚至连受恩于他、被他亲手拥立的景泰帝内心深处也同样充满了忌惮。10载，当夺门之变的钟鼓声在清晨骤然响起时，正在乾清宫准备临朝的朱祁钰惊闻异动，在错愕与惊恐中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竟是：莫非是于谦造反？这句近乎本能的反问，充满了令人绝望的讽刺。连他誓死保卫的君王，在皇权面临威胁的刹那，第一反应也是将这位大权在握的旧时宰相视作足以篡位夺权的最大敌人。对于集权统治来说，于谦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恐怖的一端，是对皇权神圣性最致命的结构。于谦用自己的伟大与纯粹，刺痛了皇权体制最脆弱的神经。因此，当皇权一旦复苏，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绞杀这个曾经代替自己思考、
证明了皇权并非不可或缺的代理大脑。于谦就像是大明王朝机体里最猛烈的抗体，当病毒入侵，帝国濒临死亡时，他燃烧自己消灭了病毒，但当危机解除，这种强悍的抗体便立刻被自私而昏聩的免疫系统视为最大的威胁，最终被无情地吞噬。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将它定义为集权机器下一个被动的牺牲品，那显然是对他历史地位的极大低估。回望于谦这一生，这其实是一场极其清醒而壮烈的主动殉道。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的人物寥若晨星，而于谦无疑是大明276年里最耀眼的那颗。他身上既有传统士大夫清风两袖的极致道德洁癖，又有铁血统帅后队斩前队的杀伐决断。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的清醒。19年封疆大吏的泥沼历练，早让他看透了帝国官场的阴暗与皇权冷酷自私的本质。他不可能不知道，在土木堡之后的挺身而出，将国家置于君主之上，以及在夺门之变时选择放下兵权，会给自己招致怎样的屠刀。但他依然决绝地一肩挑起了这千古重担。他的伟大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对某一个帝王、某一个姓氏的愚忠，而是升华成了一种将天下苍生和华夏衣冠置于最高信仰的悲悯与孤勇。他明知这集权体制是一座必定会将他焚毁的熔炉，却依然为了江山社稷微笑着纵身一跃。更深层的历史悲剧在于，于谦的头颅不仅带走了他自己的生命，也彻底斩断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脊梁。在土木堡之前，明朝的文臣尚有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的刚健遗风，但于谦之死向整个帝国的知识分子传递了一个冷酷无情的血色信号。在这个体制下，即便你立下挽救苍生、再造社稷的不世之功，只要你违背了皇权的绝对意志，只要你越过了家奴的本分，你的下场依然是身首异处。这种血淋淋的制度性恐吓，引发了明代文官集团灾难性的心理蜕变。既然精忠报国会死于非命，既然社稷为重只是皇帝眼里的僭越与谋逆，那么明哲保身、党同伐异变成了最优的生存策略。此后的明朝官场，虽然也曾涌现过张居正、海瑞等名臣，但整个文官系统的底色已经无可挽回地滑向了犬儒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官员们沉迷于空谈心性，热衷于结党营私，在日复一日的内耗中消磨着帝国的元气。再也没有人愿意像于谦那样，在危机来临时，敢于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填进帝国的火坑。历史的报应在近200年后给出了最惨烈的回音。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铁骑再次扣关北京时，大明王朝面临着比土木堡更为绝望的危局。崇祯皇帝在煤山上绝望地敲响了景阳钟，满朝文武百官或闭门不出，或准备迎降。在这亡国灭种的最后时刻，偌大的北京城里再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像当年那个身着青袍的兵部左侍郎一样，用血肉之躯撑起脊梁，阻挡千军万马。那群在甲申之变中低头启降、自言水太凉的文臣们，或许在心底深处都隐隐浮现过200年前崇文门外的那滩刺眼的鲜血。那把斩下帝国救星头颅的屠刀，不仅斩断了功臣的生路，更用最冷酷的血色逻辑，提前200年缝上了大明官员的嘴巴，抽干了他们誓死殉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最后一丝热血。大明王朝的肉体虽然死于1644年的煤山，但他的灵魂、他的刚健、
他的勇气，他那粉骨碎身魂不怕的精气神，其实早在1457年崇文门外的那个清晨，随着于谦那颗滚烫的头颅落地时，就已经死去了。但于谦这个在极端皇权与家国苍生之间被无情碾碎的悲剧英雄，却越过了时代的局限与王朝的兴衰，成为了中国文化基因中一种永恒的图腾。他用一生的坎坷跋涉与最终的从容赴死，回答了那个困扰了无数古代士大夫的终极拷问：当皇权与社稷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该如何抉择？于谦给出的答案是粉身碎骨，是清白流芳，是让那块历经千锤百炼的石灰在历史无尽的暗夜里燃起永不熄灭的烈焰。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